全部都是蚂蟥。喜马拉雅大黑蜂，手机上都有。赤手空拳忍受世界上个头最大的蜜蜂疯狂的攻击，仅靠一根从天而降的绳梯，攀爬几百米高的悬崖，只为了采集一种能让人产生幻觉的神奇蜂蜜。一次吃了这么多蜂蜜，在山上什么都不知道了。当地人视它为治病的良药与天然的催情剂，疗效与毒性之间的界限微妙又无形。它被一些国家列为禁品，却依旧在黑市上以非常恐怖的价格流通。它就是尼泊尔的 Mad Honey。What is good for? This is for heart. Even everything. 打开世界另一面，這一次我要去喜馬拉雅深處，親自參與野性又瘋狂的採蜜行動，一種與7000年前古老人類幾乎完全一樣的採蜜方式。我了解到，目前在尼泊爾僅剩下一個家族還在堅守這種古老的採蜜傳統。地圖上顯示是沒有直接可以前往這個村子的路線，怎樣抵達一個地圖上都沒有路的地方？這是我們這次的向導啊，尼泊爾名字叫什麼？Durga。那就用手機時代之前的方法，一路走一路問。運氣不錯，熱心路人甚至還給我手繪了一份路線圖。谷歌地圖徹底失效，我們正碾壓過喜馬拉雅山中最泥濘、最脆弱的山脊邊緣。這條路集合了所有爛路的形態，崎嶇不平，坑洼泥濘，多坑有水。在雨季隨時會被塌方大水吞沒，普通小轎車根本沒辦法進來。撲面而來的喜馬拉雅山，理論上我們今天要找的芽蜜就藏在眼前的這樣一片大山中。大自然在這兒玩了一個很危險又玄乎的概率遊戲。喜馬拉雅山這麼廣闊，偏偏世界上個頭最大的大黑蜂築巢的海拔2000米左右，特定紅色劇毒杜鵑花分布區域裡的蜂蜜才會含有一種極其霸道的神經毒素木藜蘆毒素，它能綁架你的中樞神經，讓你的感官仿佛被融化掉。地圖上顯示直線距離50多公里的路，我們今天走了有7個小時才到達這個村莊啊。村裡生活着古龍人，是從西藏遷徙過來的一支。這蜂蜜真有傳說中那麼神嗎？我第一時間就迫不及待地問了村裡人。現在差不多快70歲，他一點藥都沒吃，從來沒生病。這蜂蜜的玄妙在於，同一座山不同崖壁上的蜜毒性可能不同，同一塊蜜每個人吃下去的反應也可能不同。吃以後有力膽火，沒身體好。還有如果咬吃了藥的話也可以頭暈，24個小時起不來。採集芽蜜極度危險，需要一整個團隊的精密配合，任何一點小差錯就會導致喪命。這邊採蜜的這個歷史總共有多長時間了？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的？他的爸爸的爺爺，還有爺爺的爸爸，還有爺爺的爸爸，他不知道這多長時間。是這樣的。這是他們的民居的土。採蜜必須全程待在懸崖上，毒蟲、螞蟥防不勝防。這個工作歷來在家族內部傳承，傳男不傳女，之前沒有女人參與過。不方便嗎？不方便。當我介紹了自己環球旅行的各種經歷後，他們破例允許我作為唯一的女性加入，但前提是我也必須自己承擔同樣的生死風險。家裡有那個蜂蜜嗎？蜂蜜有。對，它差不多有3天。3天採的，顏色很深啊，看上去有一股很香的那種果脯的味道，看上去很粘稠啊，像咖啡上面飄的那種油脂一樣。國外黑市上賣到幾千美元1公斤的珍稀芽蜜，他們居然慷慨地讓我隨意品嘗。當然，他們也清楚沒人敢吃太多。正常情況下是吃一勺就會產生幻覺，除了甜味之外，還有一點點那種草藥的那種味道。第3勺，草本的那種香味。跟以往吃的任何一種就是市面上的花蜜都不太一樣的味道。我吃這麼多沒問題嗎？有的人是可以，有的人是拉拉。最近的醫院有多遠？慢慢就好了，就這樣。去醫院也沒有用是吧？今天晚上就住在採蜜人的家裡，這就是今天晚上住的房間。其實這個床墊就是一張泡沫，我現在已經開始感覺到很冷。下午吃下的3勺芽蜜，在我身體裡掀起了各種反應。這是喜馬拉雅山中極為偏遠的村子，物資匱乏，條件有限，這一晚注定很難熬。長期的腳痛，所以感覺很冷。失溫、胃痙攣、眩暈，這些症狀幾乎同時爆發。我知道是木藜蘆毒素在作祟，但在喜馬拉雅山區裡，最近的醫院也需要7個多小時才能到達。深夜裡，我只能把自己交給免疫力。這就是全世界最頂級的1公斤幾萬塊的蜂蜜，令人無力招架的威力。第二天經歷了採蜜的整個過程後，我竟然覺得這個價格也沒有多離譜。早上吃這個大米炸的甜甜圈，咖喱湯裡面有豆子和那個蔬菜。第二天清晨，木藜蘆毒素的餘威還未散盡，
採蜜團隊已經集結，此行我會分擔部分現場採蜜與繩梯安保的工作。這就是鹽，我們出發之前撒一點在腳上，防止那個蚂蟥。繩子是今天總用繩的1/2啊，看到他們是這樣背的。不行，動不了，完全動不了。現在已經走入了沒有道路的叢林裡面，特別的潮濕，腳下看不見的地方全部都是蚂蟥。我们在這個地方得迅速通過這片區域，不然的話我們身上會遍布蚂蟥。此時正值雨季，在沒有路的原始森林裡穿行根本走不快，所有人都進入了蚂蟥的包圍圈。帶有坡度的碎石頭上面的路，而且這些石頭上面都有這個青苔，還有淤泥。懸崖蜜它之所以珍貴啊，我覺得這一段路都要占它價值的50%。它會這麼多，這邊的蚂蟥太多了。剛剛同時我2隻腳上至少有10多條蚂蟥，它會一直鑽到你的鞋裡面，然後跟你咬出一個大的血窟窿來。幾萬隻蚂蟥在等待着吸血，它們穿着拖鞋，有的甚至光着腳就進山了。被蚂蟥叮一咬吸血，在他們眼中是採蜜路上向大自然繳納的一點入門稅而已。被炒至4000美元1公斤的液體毒藥、液體黄金，從源頭上看，是全村男人在獨sống叢林裡每走一步都在和死神計價的結果。這個地方太危險了，如果掉下去的話 ，no more， 不見了，拜拜的。在坡度60-70度的陡坡上，隊伍停了下來。他們說今天要採的芽蜜就在我們下方垂直的懸崖上，但叢林中我根本無法看到下面有任何東西。他們全憑經驗定位，我將信將疑的放飛無人機勘察地形，看看附近是不是真有芽蜜。現在我們看到了有3個，這個垂直高度非常的高啊，找了很久才看到。此時我們在陡坡上做準備工作，下面就是90度垂直的崖壁，最下方是河谷。蜂蜜獵人要在100米高空與世界上個頭最大的大黑蜂爭奪蜂蜜，如此極端高危的活動，他唯一能依靠的硬件裝備就只有繩梯。有的人在砍這個雜草，有的人負責這個繩索的具體走向，有的人在前面開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崗位和工作。沒有現代化的高強度的鋼絲繩、尼龍繩，沒有安全扣，只靠天然的竹子與木頭編織出一條高空中的生命線——繩梯。我在想，如果說他們在家裡做好這個工作，過來時間不會更短一些嗎？背不動，會很重是吧？這個150多米的繩子已經是很重了，所以繩子和木頭也是分開的。為了保證安全，這個繩子也是每年都會要新做一次的。每次出來到從頭開始這樣的工序也是沒有辦法避免的。懸崖下盤踞着幾萬隻甚至10幾萬隻的大黑蜂。光是從那無人機畫面中看到的密密麻麻一大片，我就已經頭皮發麻了。準備馬上要開始了，把煙點着啊！煙霧能極大程度驅趕蜜蜂。與此同時，我們現場取蜜組也必須離開陡坡，去到更靠近蜂巢、更危險的崖壁邊緣。現在能看到了，基本上是接近垂直的一個狀態了，沒有路，邊走邊開路。山崖上非常的滑，他們建議我們跟他們一樣脫了鞋下山啊，這樣不容易滑。但是我們實在是沒有打光腳的這種經驗啊，還是穿着鞋慢慢走。現在的位置，我們現在一小塊平地，我們現在站在絕壁的邊緣，一旦從這裡失足滑下去，就沒有命了。下面這個穿紅衣服的人，他幾乎都是睡在地面上，在傳遞這個繩子。崖壁的坡度太大了，睡在地上附着性強一點。現在我們無人機想要起飛都很困難，就連一塊無人機大小的平整的地方都沒有人，在陡峰上面起飛。現在他們幫我繫上一個安全繩，繫在這個樹上。繩梯的另一頭，蜂蜜獵人不斷調整煙霧的角度，大黑蜂們果然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離開了蜂巢，四處逃竄。謝謝 ，Thank you。這個老人給了我們一個防蜜蜂的這個罩子啊，待會兒我們要戴到頭上。蜂蜜配上來，配上來的時候如果搖的話，你們不要跑，跑的話有好多。一起來！蜜蜂咬我們只能停在原地，不能跑。喜馬拉雅大黑蜂生性勇猛好鬥，且具有主動攻擊性，遇到了只能被動防護。已經來了，有機上就有。喜馬拉雅大黑蜂每一個都非常的大啊，被它咬上了一口很痛啊，會腫很久。崖壁上，蜂蜜獵人手腳都裸露在外，正承受着大黑蜂們的攻擊。他忍着劇痛，一次次調整方向和力度。用竹竿將蜂巢一點點從崖壁上戳掉，這個畫面竟然和7000多年前的崖畫上古人採集芽蜜的場景一模一樣。無論外面的世界怎樣變遷，7000多年時光裡，
有些東西在喜馬拉雅山谷間一點兒也沒變。上來了，這是剛剛採出來的第一筐收穫。現場取蜜組要第一時間從蜂巢裡擠出最新鮮的蜂蜜，簡单过濾後就裝入容器。这是我们今天採下來的最大的一個，直徑應該有60-70厘米啊，非常重。現在不停的有蜜蜂在扎我的手，但是我戴了手套了啊，我不怕。像油一樣，很醇厚的感覺。你看這個光是上蜜的這個過程，就需要1、2、3、4個人同時來進行傳遞。取這個芽蜜的工作，至少需要10多個人的一個團隊才能協作完成。最新鮮的喜馬拉雅芽蜜。它這個味道是有一種各種各樣的那種草本花香的味道混合在一起的，小時候吃過的那種話梅的味道，可能1%的一種酸，一種果香味，非常好吃啊！這個真的跟我們在超市裡面吃到的味道是買的蜂蜜是不一樣的，一點都不一樣，感覺腿在顫抖。我沒有恐高症的，但是我現在站在這裡看到下面，我感覺頭好暈。前一天與今天吃下的蜜在我身體裡一起發作了，我甚至都不太記得後面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自己在崖壁上坐了多久。直到向導說蜂蜜獵人已經回來了，今天的採蜜已經完成。他的手現在都已經腫了，你看，兩邊手都腫了。為什麼不戴手套去呢？穿手套的時候抓繩子，不好使，又快了，你知道嗎？好像他也沒有穿鞋，剛剛是為什麼也不穿鞋呢？鞋子也是快。會容易滑，是不是？容易滑。從山上拿回來的那些蜂巢。他們也不會扔掉，他們拿回去呢是給家裡的動物吃，家裡的牲畜也不會得病，不用吃藥，非常神奇啊！根據我們的付出，分到了3升非常寶貴的喜馬拉雅芽蜜，非常來之不易。中國人自駕來到他們村裡，本就令他們很驚訝，且雨季山路艱險，進出不易。得知我們今天就要駕車離開，村民們給我們舉行了一個小型祈福儀式。出去平安到達啊，到平安回家的這麼一個祝福。現在吃了這個蜂蜜之後，大概4個小時，我整個人頭特別痛，就好像是喝了酒之後那種腦子特別脹痛的感覺，而且特別瞌睡，很不舒服。最終我帶着恍恍惚惚的自己，還有那不可思議的價值幾萬塊的喜馬拉雅芽蜜，平安地離開了那片山谷。山谷裡的人們就好像生活在世界的另一面，人與人之間不是疏離的、防備的，而是以古老的、樸素的集體主義拆解着大自然的難題。一個人的腳步到不了的地方，一群人結成繩梯卻可以。